自从2022年航展结束以后，网络上一直有一个传言，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就是狗大户要采购歼10C 战斗机。这个说法我估计大家都听过，是吧？现在关于狗大户那边的战机采购有点眉目了，拿出来咱们聊一聊。根据参考消息引述韩联社以及美国防务新闻的报道，沙特皇家空军正在与韩国进行深入交流，双方有望在2025年内达成数十亿美元的巨额订单。它这个采购项目就是韩国4++战斗机 KF-21。大家注意了，现在各方面的消息所阐述的都是沙特跟韩国关于 KF-21 战斗机引进事宜密切接触，是吧？密切接触这个事儿还没有最终定论呢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。关键就在于沙特是否能够接受 KF-21 战斗机上面大量以色列的电子设备存在。就说雷达呀、地形追踪系统啊，这些都是以色列的产品。之前咱们聊 KF-21 的时候就说过，这个飞机未来的外贸订单一定是很可观的。你别看它就是4代机的设备套了个5代机的壳子，性能方面哪都是一般般，但是架不住它便宜啊，6500万美元到8000万美元之间的售价，外贸价格跟歼10C差不多了。说到这还要提一嘴，大家不要把巴基斯坦那个歼10采购价格做对比，它那个是有特殊原因的。歼10C 呀、骁龙3呀这些外贸机型价格上来说一点都不便宜。就说歼10C嘛，它的配套价格甚至超过 Block 72版本的 F16， 好东西绝对不便宜的。当然了，这些都是题外话，咱们接着说 KF-21。这期视频咱们主要说 KF-21 战斗机的外贸优势，至于说性能啊、战斗力啊那些就别提了。这个飞机里边装的设备在4代机里边都算是一般的，只不过套了一个5代机的壳子，所以说性能方面先别提了。咱们说外贸方面，是吧？第一个外贸优势就是便宜嘛，上面说的。第二个外贸优势就是依托于老美的全球供应链形成利益闭环。小棒棒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聪明的，也可以说比较有自知之明，多次公开宣布固化供应链。什么叫固化供应链？就是稳定现有供应商的地位，明明白白的告诉大家，我就是组装战斗机的，是吧？这个飞机只要卖出去，大家都能跟着分一杯羹。所以呢，卖的时候你们也不要阻挠，基本就是这个意思。它这个飞机除了壳子是自己的，其他都要靠引进。洛克希德马丁技术转让，波音的技术顾问，气动实验是卡尔斯潘负责的，克里斯怀特提供飞行测试，发动机是 F414 嘛。AGG 轴驱动发电系统是凯旋集团的，驾驶舱环控是联合技术公司负责。上面说的这7个公司都是老美那边的。英国负责起落架呀、机内传感器呀、导弹发射器呀、通信天线呀、外挂油箱啊、氧气系统啊。另外弹射座椅就不用说了，马丁贝克，是吧？西班牙负责紧急制动系统，以色列提供地形追踪，还有这个 ERM 的相控阵雷达，跟光辉那个雷达一模一样。法国负责武器跟火控。6个国家17家公司参与 KF-21 战斗机的零部件供应。它这个操作手法跟印度斯坦航空的光辉战斗机如出一辙，但是小棒棒要高明得多，也不偷学你的技术，也不要什么技术转让，它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拿出来卖的。大家都参与其中，销售阻力就没有了，甚至在某些时候还会成为外贸助力，还能搭把手呢。比如本次沙特跟韩国探讨 KF-21 战斗机的引进事项，美方就声称可以帮助沙特同步战术数据链，跟沙特现役的 F15 战斗机、E3A 望楼预警机实现数据同步，形成区域交互能力，嵌入沙特现有的作战体系，是吧？大家想一下嘛，沙特如果买的是苏35啊，买的是歼10C啊，它还有这个待遇吗？这个时候可能有朋友就会问了，那沙特为啥不直接买 F35呢？毕竟是正儿八经的5代机，比 KF-21 这个4++战斗机要强得多。沙特他不是不想买 F35， 而是买不到，3次采购申请都被拒绝了，买不着。
F35即便就是卖给他，也不是全功能版本。注意了啊，全功能版本这个东西可以问一下小棒棒。韩国飞行员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禁止接触 F35，你说我就轻轻蹭一下行不行？不行，得拿到授权。这个飞机限制太大，相比之下 KF-21 就没有这些问题了，是不是？你爱怎么蹭就怎么蹭，这就是 KF-21 战斗机的第三个外贸优势，没有限制。对于这个东西，沙特其实挺着急的，你就看看附近嘛。以色列手里边有 F-35I， 这个飞机很厉害，是全功能状态的版本，性能方面相较于 F-35A 都只强不弱。伊朗现在已经拿到苏35战斗机了，最近苏57也去了伊朗，后边很有可能会引进。那你说沙特能选谁呢？能选择的机型还真不多。KF-21 虽然性能不咋地，起码是刷了一层美制的隐身涂料，外形看起来还是很唬人的。其他的你让他买谁去？买457他也不敢呀。买 FC31那就不是买一款战斗机的事了。买完 FC31那预警机不得来点儿，电子支援飞机不得来点，配套的对地攻击机不得来一点，这就是一整套了，是吧？你让 FC31监视 C 嵌入令16，这是绝逼不可能的。